大家好，徐亮今天通过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小丑和他的演员 Buster Keaton 来去聊聊他的人生故事，因为他的人生起起落落非常的戏剧性啊，不亚于他在屏幕上的表现。那他的这个人生故事，我倒觉得说真的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一下，甚至借鉴一下的地方。那也跟大家通过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聊一下小丑这样的故事类型吧，或者说它的这个原型到底是反映了一个什么样我们人的这样的内心的需要啊，甚至非常底层的，我们甚至不太清楚我们自己的需要，因为我们确实是在看小丑的时候能得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释放，这种释放还不仅仅是说只是哈哈一笑就完了，有时候它还真的触及到我们一些内心的真相，对吧？然后也聊一下小丑这样的故事或者角色跟神圣性之间有没有联系呢？我们总是觉得，哎，这东西不是挺 low 的嘛，对不对？它怎么还能够神圣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说啊。那也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徐亮，我人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和大家通过电影和文化的话题，探究人生的意义，探究这个世界和我们内心的真相。我分享的方式就是一镜到底，不剪辑，所以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请你见谅。那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演员的名字叫 Buster Keaton 啊，他本身是被影史上另外一个天才 Orson Welles， 就是拍《公民凯恩》和演《公民凯恩》的那一位呢，称作是说这就是史上最伟大的 clown 啊！等一下，我们还可以说clown 和 Joker 啊，在中文翻译里头一般都叫小丑，但是我认为这两个词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哈。同时，奥森威尔斯也说过哈，这个 The General， 这个 Buster Keaton 最有名的这样的一个电影呢，不但是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喜剧，而且他是认为有可能就是最伟大的电影啊，这是当然是 Orson Welles 自己的一家之言了。但是考虑一下我上一集分享的美国百大伟大的电影当中，排名第一的可是双双都是公民凯恩呐，所以说以这样的一个人说出来的话，我相信还是有几分重量的，对吧？那 Buster Keaton 呢，本身是在默片的时代哈，他是100年前了嘛，他在1920年代那几部电影连续获得成功之后呢，就后来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啊。其实他的人生就是他最红了之后呢，后来就签了这个当时的好莱坞的一个 studio 哈，叫米高梅，到现在后来应该破产，被不知道哪一家 studio 后来收购了哈，就是那个有那个狮子叫的那个 studio。那他跟这个 studio 签约之后呢，他自己说这是一个他人生当中最错误的一个选择。当时其实那个签的那个约，可能在他看起来是蛮好的哈，就是说有稳定的工资，有非常powerful 的这样的一个发行的渠道，他再也不需要为自己的这个独立运作的这个生意而烦恼了。但是这个东西是有代价的哈。他在签约了米高梅之后呢，等于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在创作上的一个主导权和独立性。那他过去的时候是他跟自己的一个制片人搭档呢，基本上是由他主导的哈。他那些最好的电影都是他自导自演的，然后他这些关于这些喜剧桥段的设计是完完全全在他自己的控制之下的。而他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呢，其实别人很难偷了去，你知道吧？就是说他自己写的这些梗，他不仅仅因为他没有语言，他是默片的时代，他得靠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表达，然后去完成，然后同时通过镜头的这样的一个调度啊，你别说，就说我最近真的是连续看了他好多部电影之后，我确实觉得说电影在这个镜头内的这个运动方面呢，你不得不说，其实在100年前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非常有想法，你后面的人也无非就是在原来的这些人已经创作的这些基础上去改进罢了哈，没有太大的一个进步。那 Buster Keaton 他自己本身因为是属于那种叫 deadpan 啊，他是没有表情的，他是拒绝在屏幕上去笑的。他和卓别林很不一样啊，等一下我们也许可以再说说和卓别林的区别。他和卓别林都是属于这种叫 clown 类型的，但是
Buster Keaton 就是说他从小因为是跟着父母是属于这种马戏团的哈，就这种巡演的马戏团，或者不一定是巡演的，反正是马戏团的这种滑稽剧，所以他是个几乎6岁就已经在舞台上非常非常舒服的一个人。那他20多岁的时候，因为自己家也是因为父亲其实因为酗酒的缘故呢，他和他妈妈就后来换了一个地方生活。那当时电影这样的有这些短片的这种兴起的时候，哎，他去选角，人家一看，哇，这人才艺很足啊，什么都能演，身体的柔韧性，然后去假摔这种东西，非常非常了不起，马上就跟他做了很多短片电影，然后就红了之后，他就进入这样的一个长篇电影的制作，长篇电影就是1个小时以上的啊。他那个时候，然后在20年代就飞速的起飞。大家想一想，就是说，其实周星驰的《喜剧之王》里头，我记得对吧？当时不是成龙客串了一个角色，说，哎，你给我装一下死，对不对？成龙啪啪就摔在地下，对不对？然后就导演是莫文蔚演的，还是不是？莫文蔚是那个所谓片中片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担纲女一号，或者是也是制片人嘛，就说你看这多专业哈，赶快去领饭盒去吧。那周星驰就死也死不了嘛。他这个好笑的地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对比，哎，但是就是说周星驰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最伟大那些后面自演自导那几部哈，当然《喜剧之王》不是他导的，是李力持嘛。那后来他的功夫也好，少林足球也好，甚至长江7号也好，其实更加的回归这样的一个 deadpan， 就像 Buster Keaton 这样的说不靠表情取胜的，他是一个一脸总是非常的严肃的一种样子，而通过这样的一种严肃呢，就显出来身边的这样的其他人的这种荒诞啊。所以小丑基本上就是说通过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要显示出我们生活或者人本身在生命过程当中的种种的荒诞啊，种种的这种矛盾和我们本身的情感和肉体上的这种脆弱性，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一脉相承哈。我相信即使是未来的喜剧，大概率也会这样做。只是 Buster Keaton 因为那个时候他没有声音，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类型叫 physical comedy 哈，是一个身体喜剧。那他对这个镜头内的调度其实还要求蛮高的，而且他说嘛。Buster Keaton 自己说过，就是说悲剧是 close up 就是特写是悲剧，或者悲剧是特写出来的，然后这个喜剧是长镜头，是 long shot， 或者说它的那个 long shot 有可能是2个意思，或者说一个是广角镜，就是我要让你看到是一个比较丰富的有上下文的东西，然后同时我要给你看到的是一个动作，而不是表情，对吧？这是他最擅长的。你也可以说他就是说要求的这个镜头呢时长比较长，他不能通过剪辑去通过一个幻觉然后让人去感到什么东西。正儿八经的这些真功夫的这些喜剧，比如说 Buster Keaton 有非常多很危险的一些特技哈，他从楼之间跳，真的摔下去过，然后和成龙在这一点上是相当像的。你像成龙的这种功夫片为什么好看，是因为他都是长镜头，他真打呀，对不对？他跳上来跳下去那些危险的动作没有通过剪辑去欺骗，你一看说哇，这都是真功夫啊，那就觉得说油然的觉得说很好奇，而就觉得特别有观赏的快感。Buster Keaton 也是，他从来不用这种特效的其他的替身，他就是自己做，非常非常危险。所以你看的就是说，像在这个对不起，在这个将军号里头，他在这个火车上跑就不要说了哈，他这种最后通过一些很危险的这种在铁轨上的这种动作，比如说他坐在这个列车前头就是一个枕木，在这个铁轨之上，他自己不得不抱起来另一个枕木，然后等火车迫近的时候去把另一个在那个铁轨上的枕木去砸掉，对吧？那个东西本身你就觉得哇，你真替他担心呐。像在这个我不知道是应该是 The Cameraman 还是哪个电影里头，就是他还是在火车上，然后经过一个水塔的时候，他在运动的火车上跑，然后那水塔他最后整个那个不知道几吨的水就冲他就砸下来，那个东西都是长镜头拍出来的，而且你就觉得说哇，这些人怎么这么勇敢，你就觉得特别爱看嘛。那卓别林和他其实一辈子哈关系都是很好，两个人是惺惺相惜，但是他们当然算不得是特别近的朋友。
因为 Buster Keaton 最后就比较的走下坡路了哈，而卓别林呢基本上还是常青树。卓别林这一辈子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人家真的没有和任何的这种大的 studio 去签约哈，始终保持了一个在创作上在美学上的一个完全的控制，所以他没有后悔。而 Buster Keaton 在这方面呢就等于说有一点点遗憾，所以他自己说起来就说我的这个人生啊，就好像说我一直在造一个特别好的船，然后这船也其实都造好了，然后就在这个船屋准备刚刚要开始出航的时候，这船就沉在了船坞啊。他打造了一个其实非常了不起的，给未来后世的这些电影人，特别是喜剧和动作喜剧的这些人的一个基础。然而他本身没有获得太多的好处，甚至他在活着的时候，他没有受到那么多的赞誉。他的这个后来的这样的地位呢，完完全全其实是后世逐渐才发现。当今天你再去看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说，哇 ，this is amazing 哈，这个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看这个照片，这就是他和卓别林，应该是在《Limelight》那个电影里头。卓别林当时也是多多少少有点点看他可怜哈，就是说，哇，那你就过来在我片子里头跟我去搭档一下吧。那 Buster Keaton 这样的一个所谓我们看起来不明智的选择呢，其实就是说跟他自己的生活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哈。当他在20年代后期的时候，这个自己的独立制作的走入一个瓶颈的时候呢，他同时可能也患上了和他爸爸一样的毛病哈，就是酗酒，然后他又接连着离婚啊什么的，搞得自己就是说财务的状况非常的不堪。然后他也真的是觉得说，我一方面搞创作，一方面我还要顾及这样的一个生意的话，实在是不堪重负，所以他有一点点贪图了安逸，或者是因为他过去生活的一些种种积累的恶果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这个教训，我觉得是说，大家都应该提醒一下自己哈，就是说，首先不要把自己陷入这样的一个你没有办法走出的坏习惯当中去，你用这个坏习惯去补偿任何你其他的辛苦，可能都是得不偿失的。我知道大家可能很多的人都很忙，然后很有压力，你恨不得就是说呀，下班之后找到一种方式，能够让你觉得说这一天不要太辛苦。但是往往这些过度补偿的东西，无论是说饮酒啊，无论说其他的这种不健康的这种社交啊，然后其他的甚至说打游戏，甚至说刷剧啊，甚至说靠吃 shopping 去拼命的消费，这些可能时间长了之后 it takes a toll， 这个是跟你实际上是要收一个很昂贵的一个代价。那你慢慢其实因为这样的一个过度补偿呢，就失去了自己的一个自由啊。这个自由不是说财务自由，而是说你真正你本来说觉得说这个事情挺有意义的，但是后来就发现，哎呀，我必须得做其他东西，更没有意义的事情来支持这个有意义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向下的漩涡。但是反过来说呢 ，Buster Keaton 人家在有这样的低潮之后呢，最后还是能够觉得说重新的自我发现，重新走上他自己正常的一个生活轨道。而且他因为他的人，其实这个人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啊，他真的是说结交了很多的朋友。你想，连他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其实是一个对手啊，人家都还是对他有足够的尊敬。这张图呢是说，就是默片时代3个最伟大的笑匠啊，默片时代的卓别林和 Buster Keaton 和 Harold Lloyd， 相对第3个可能，我觉得对比这2个人来说是一个 lesser 的 third place 啊，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知名吧，也不是说人家不伟大，人家当然还是很伟大。就是 again， 你有这样的朋友，然后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反省也好，去慢慢去校正回自己正常的生活轨迹也好，他还是能够在50、60年代又还是受到了很多的礼遇，然后也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些认可。当然说他的这个成就还有一个走下坡路的缘故，是因为有声电影的出现哈，毕竟他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默片的时代，所以他整个的这个自己的 craft， 自己的艺术和这种技艺呢，它是围绕着这个视觉元素来的。他没有很好的去习惯，就是说，在一个有声电影之后，大家可以用更多的对白去创造更多的新的戏剧元素的东西。那本身他在默片时代，如果他真的需要有话说，因为
电影讲故事的时候，有时候还是不得不有一些这样的解释，就说他们在说什么，对吧？这个靠口型和表演看不出来的时候，他就要插入这样的一个 titles， 然后就是要把那个插入进去。那他其实Buster Keaton 自己的电影插入的这种字幕是相对非常非常少的，在同时的那些默片时代的其他电影，动不动在一个 feature film 里头要插入200多个这样的对话框，那看起来是不是就是说经常停停顿顿的，节奏就不好，对不对？ Buster Keaton 已经尽可能的用自己肢体的这样的一个语言，让这个 situation 本身这个情境自己说话，去营造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玩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可是终究就说人有自己的局限性，其实 Buster Keaton 自己的声线是非常非常好听的，他完全不是因为说一说话大家觉得他怎么声音这个样子，而是他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默片的形象。当他一开始说话的时候，人们会觉得某一种程度的趣味感就是他原来那个魅力就一下子被消除掉了。这也是其实我觉得特别警惕的，这当今的我们自己，如果说你觉得你适合做这个事情，有时候你没有必要去在这个事情上加入一个所谓的新时代的一个元素。我真的觉得有可能这个事情也不会带来更多的一个好处，还不如说继续在你自己已经很出色的这种领域，继续去根据新的时代去变化它的新的 visual， 比如说新的动作，我倒觉得那个有可能是一条可能的出路。因为我们一生的人生就这么短，你也没有必要说我始终要走在这个时代的浪尖上，对吧？你只需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就说我喜欢干这个，我擅长做这个，那我就老老实实在我这个地方，哪怕别人真的把我甩了9条街 ，so what， 我就接受这样的命运，对不对？何必去自取其辱？就比如说我就觉得说很多的电影人他自己如果在创作上去有的时候有瓶颈，现在居然要去找 AI 去做辅助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得不偿失的一种尝试。我在相信就是说人制造艺术的目的不是为了简单的表达而表达，人其实要为了是说表达，不是简单的表达的意思是说，它是要表达一个深层的真相，而这个深层的真相是需要通过劳动去劳苦，需要很多的 suffering 去最后去找到的。有时候它就像是一个迷宫一样，你的甚至就即使是编剧情的时候，一场一场戏，到底它怎么去互相联动，怎么样互相在什么地方去同时铺垫，这个时候介绍这个，它是一个就像解谜一样的过程。不要说故事片了，我甚至觉得说纪录片有时候你在后期剪辑的时候都是这样，你那个意义感不是说在你拍完之后就有的，你是实际上是这个意义感是通过人自己的思考去获得的，这个思考的过程是不可以被人工智能这样廉价的替代。现在的人工智能所做的事情，无非是用已经有的这个东西做出一个概率的分析之后，给了你其实是一个最为平庸的一个结果。这个东西怎么可能是艺术本质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说，声音固然是好的，后来电影史在发展的时候，有这样的技术能够表达更多的东西，但这个不代表就说应该把原来的东西放弃啊。这是我对 Buster Keaton 他这个人生的故事的一些我自己看到的东西。那反过来说，我刚才说 Joker 和 Clown 这个可能是不太一样的地方。OK， 我们还是先说一说卓别林和这个Buster Keaton 的区别。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你都看过卓别林那些最伟大的，无论说城市之光也好，大独裁也好，摩登时代也好，卓别林是他的表情是更丰富的多的他本身的他这些脸部的眉毛的表情，然后他自己的小胡子，他的自己的道具，他都除了肢体之外，他本身就有很多，他也笑，他也哭，他们虽然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说有共同的固定自己的道具。你像 Buster Keaton 的这个帽子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低的这样的一个圆檐帽，像卓别林呢，就是一个黑的一个高檐的帽，然后加一个拐杖，加着自己的小胡子和他的这个很大的这个皮鞋，对不对？这是他们整个人设的一部分。但是卓别林本身是更 vocal 一些，他对这个世界，他是有一种强烈的想批判的这种愿望，他更直接的去介入一个现实的批判。比如说他对
希特勒的批判，对吧？他就是要通过我这样的一个消解，对你过去的这样的一个自己以为是的大人物的这个消解，然后他通过这个摩登时代对这种工业化这种讽刺，他其实是说这个东西很可笑嘛，他对现实是有极大的批判的。而 Buster Keaton 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就是我把人放在一个更高维度的地方去批评啊，我不看你甚至说现实的这样的一个立场，他自己对现实的立场是非常非常暧昧，从来没有直接去表述的。比如说这个，还是说他最伟大的这个电影The General 啊，这个叫将军号嘛，因为他这是他的这个主人公自己最心爱的这个一个火车头的名字啊，他本身是一个火车的工程师，也是一个驾驶火车的一个司机。故事发生的时代的背景是美国的独立战争，不是南北战争或者是内战 Civil War，是他本身自己是南军，等于说他是 Confederate 的一个居民吧。他其实参战的原因也没有所谓的意识形态或者任何其他的情怀，他就很简单，他喜欢一个姑娘，然后结果那个因为内战爆发呢，他那姑娘的爸爸和哥哥呢，人家全家都只要是男丁，全部都去参军了。那他去这家人的时候，人家就说你要不要参军？他当然也想参军，他说我也去参军。结果他因为人家一看就是说，首先你外形也是个矮小的一个男子，其次呢一说你干什么的啊？你是一个 engineer， 你是一个工程师啊，那我们不能让你去送死啊，就不接受他。他想了各种办法，人家都不接受他，不让他入伍。所以他就很 frustrated， 他真正想去战场的缘故，只是为了去获得这样的一个社会的认可，没有所谓的说到底南边是废奴还是怎么样，谁对谁错的事情，他根本不讨论。然后这个火车呢，他就等于说，因为北军的人啊，就是林肯的这样的一个党了，然后就是把这个火车就劫走了，把他最心爱的火车劫走，这也构成了他必须不得不参加这场战争的一个缘故。就是说，我的心爱的女人也看起来追不到，我心爱的火车头也被偷走，那我当然就得做点什么。所以一路上就是说，反向他是用另外一个火车在追这个往北边开的这个自己的心爱的将军号，然后过去之后呢，最后他偷回来之后，又要从北方回到南方啊，这就是一个反向的追逐。整个电影就是一个大 chase 啊，是一个追逐戏。这个追逐戏当然是有机会我们再专门再开一个新视频聊，它是和我们人深深的这种visceral 的这种观影的需要哈，就是我们需要体会到走肾的那些东西的一个基本需要。你想想，是不是动作片它不可能没有追逐戏？追逐戏是一个必须有的一个元素，无论是人去跑呢，还是说用机车呢，用火车呢，是吧？还是用飞艇呢？生死时速呢？哈 ，whatever 都是要追的，然后要有生命的危险，这个东西。Buster Keaton 就是说，我不是说刻意要选择让他成为南方的人，我只是技术上，因为他必须得拍这个火车是先从南到北，然后再从北到南，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但他对南北战争没有任何的批判，这是我觉得他在小丑这个层面呢，可能试图去获得更高真相的一个层次。我没有说他比卓别林更伟大哈，这个东西是不需要比较的，就是说他们有各自的一个特色。那本身在现在说到就是说 Clown 和这个 Joker 的区别，卓别林也好 Buster Keaton 也好，他们都是属于这样的一个 Clown 的哈 Clown。然后 Joker 呢，大家想一想什么样的典型呢？就是以这个比如说黑暗骑士上希斯莱杰演那样的形象，或者就是说前些年的这个就是那个电影就叫 Joker， 应该是 Phoenix Joaquin 哈，菲尼克斯华金演了，而且不是后来拍了个续集，第二集其实蛮差，第一集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个电影，但是很多人我得承认它至少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电影，而且很多人其实蛮喜欢的哈，那种虚无主义的东西。对，我觉得虚无主义就是一个 Clown 和 Joker 非常非常不一样的。Clown 呢，一般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受气包的形象，它是一个不断的失败，然后同时又非常的有韧性的这样的一种东西哈。
他一方面被生活狠狠地踩在脚下嘲弄，被别人羞辱和看不起，一方面呢，他其实又永远的没有放弃，他是对生活或者是对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标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这种执着哈，他不放弃，他一直就要去这么搞。然后而 Joker 呢，就是他是某种程度上的破坏者和带有攻击性的。从字义上来说 ，Joker 他其实是来源于比如说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宫廷小丑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本身其实就有一点点变态了。但是 Clown 呢，特别你看 Buster Keaton， 你不能说他是 perverse， 你不能说他是一个变态，他就是一个特别简单，他是一个一方面简单，他的目标也很简单，他的心地通常来说也没有那么复杂的聪明智慧，然后他就是简简单单的达不到自己想达到的一个东西，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无论是天气也好，无论是物理也好，无论自然现象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都会跟他作对。他最常见的 clown 的形象就是说，他要往一个方向走，结果对方就不停的有人去把他就是推到另外一个潮流去，裹挟着他往回退，对吧？他就想千方百计得想办法从人往前钻，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时间上永远那个 clown 那个 timing 非常非常的重要。Buster Keaton 是一个身体运动的艺术家，他有特别多的这种。刚刚好，你就觉得说特别巧的说，让你在镜头上突然之间 shock 了一下。你觉得说他这个后面，比如说这个他从镜头远端垂直方向往镜头运动，然后后面一堆人在追他的时候，他跑到街上左看右看，然后后面的人马上在追到他的时候，来了一辆车，然后他就抓住这个车，然后突然之间就跑走了，就像被那个车挂住一样，然后就出了这个整个的镜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震惊，但是同时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有多变态，对吧？但小丑就不一样了，小丑其实是他是有一个深深的怨念啊，他是要通过你像希斯莱杰的这样的小丑，他会不管是说用语言也好，还是用自己的行动也好，就是证明你是错的，我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要证明的就是你是错的啊。这个小丑没有需要去证明别人是错的，他只是说我就是追求自己的东西。那说回来就是说，小丑到底能够和神圣性能够扯上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觉得小丑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对真相的一种表达哈，它是通过自己人的这种弱点来去表达这种某种程度真相。它既是说我是可以去不断的跌倒，但是我跌倒之后我又永远都能够爬起来。这个跌倒本身背后显示的，其实我觉得甚至是某种人的这种有限和罪性啊，这 again 这又回到了 Julia Christian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论述上了。因为他是一个有罪、有限、有死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可怜的生命，他也不是很起眼，但是他在失败的过程当中，又有一种无形的神圣力量，似乎每次都能把他再次的抬起来，他能够继续不断的，只要他认定的这个目标，我们在作为观众认可是对的。比如说追求一个漂亮的女生，这有什么错，对不对？虽然她的社会地位低，她也有追求她的权利啊，她也有追求自己，就是说我要获得别人承认的一个权利啊，对不对？所以她的这个卑微努力是值得尊敬的。这个 again 就和任何的我们觉得伟大的这些喜剧，包括周星驰的这样的一个小人物，周星驰真正伟大的地方不在于他的所谓的无厘头和后现代，还是他能够深深的在我们心里头发生这样的一个共鸣，对吧？我们知道他在努力，我们也觉得他的失败是如此的，有时候让我们这样的一个心酸。但是他们通过自己的这个失败，其实也消解了我们自己的压力。就是说，你看，其实我们人都是可以失败，我们也允许自己失败，可以吗？我们干嘛一定要那么完美呢？它是一种其实有勇气的表达，对吧？它看起来非常的傻，对不对？但是呢，它又是多多少少比我们更自由。我们在生活里头，因为我们特别害怕别人觉得我们是特别愚昧的，对吧？或者特别愚蠢的，或者特别容易被欺负的，那我们就有时候武装起来，自己成为一个，其实你有那么聪明吗？对不对？你有那么多智慧吗？没有吧，对吧？所以就是说
你就会刻意的去通过，比如说穿衣服、化妆啊，甚至就是说做视频的时候，有的人是不愿意露脸，对吧？他可能觉得我没有强大到我敢去跟你去表现我的脆弱呢，或者说我一定要把我自己说错和说的啰嗦的地方，我必须得剪掉啊。当然他有服务别人的愿望，但是我觉得也有就是说希望自己是完美的这种表现哈。Again， 完美也不是问题，我也没有说人家那么做是错的，我只是说，在这样的一个类型上头呢，他小丑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这种悖论性啊，就是当他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可以随时几乎被捏碎、被打破、被踩得扁扁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医治哈，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你不觉得吗？你在生活中，我们其实没有办法通过自己的亲友，对吧？如果你这个人你真心爱他的话，你不会从说看到他倒霉了你就特别高兴，然后你就得医治了吧？如果有的话，应该省察一下，这是我们人深深内心的一种特别可怕的倾向。不是说没有可能有啊，是很有可能有啊。你很有可能觉得说看到别人倒霉，你心里一方面觉得说特别的同情惋惜，一方面其实你又会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觉得说，哎呀，那我应该好好的继续生活，对吧？我应该多多少少珍惜的。这个联系，你到底说它是中性的呢，还是带有一定的神圣性呢，还是带有极度的邪恶的？我们其实很难分辨啊，这个得 case by case 的那样去研究。所以有时候你想一想，就是说，圣经上到底有没有 clown 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其实看起来和小丑一样的人？我说的这个是 clown， 不是 Joker 啊。Joker 我们有机会再去谈那个 Joker 那样的一个故事原型，那样的一种很 dark 的啊。你知道 Joker 基本上还是看起来还是挺可怕的啊。我相信很多人看 Dark Knight 也会被 Joker那样的一个说话的方式，他的行为模式所震惊。而 Clown 呢，卓别林和 Buster Keaton 人畜无害啊，你可以真的是放心看，然后你非常安全的在笑，对不对？所以圣经里头有几个，比如说有个叫约拿的人哈，这个人也是个先知哈，他是被差遣去尼尼微这个大城你去告诉那个地方的人要悔改，但是约拿听说啊，尼尼微这个地方的人都坏透了哈，他真的害怕去了就被人撕了，所以就特别的抵抗啊，一直去他想躺平嘛，想躺平而不得，各种各样的情况就是非必须他都得去。所以他就有一次在海上，然后他又通过自己说谎啊什么的，又导致了别人的一些灾难，然后自己又说承认，哎呀，这个事儿都是因为我撒谎了，然后别人就很生气，就把他就扔到海里头去，然后他又被鱼吃了，对吧？等等的，就是你觉得其实这个人整个描述下来是非常非常滑稽的，他某种程度上他是很有喜感的，甚至说他最后把这个事儿做了之后，他说我也去了，然后去了这个结果还特好，哎，他去了之后人们还挺听他的话，或者说挺听他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他再出来之后，然后他就说，哎，原来你不是说你要灭那个地方吗？怎么不灭了呢？对吧？然后他又开始生闷气，他又觉得说和自己期望不一样，所以他就生闷气，有时候甚至是非常非常小孩子气的。整个这个描写就是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滑稽剧的感受，但是我们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会想就说哈，先知也不过如此嘛，对吧？看起来你会突然的更清晰的了解到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真相，就是哎呀，我们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勇敢，我们没有想象中那么对真善美有那么笃定的一个追求，我们更多的时候就是得过且过，我们恨不得这个神圣的任务赶快给我卸下来，我去干点自己的事儿呢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理解的事儿。然后圣经上还有一些的，我们叫他叫 Holy Fool 哈，就是他是一个神圣的愚昧的人，是一个圣愚，就是他又是神圣的，又是某种程度上的愚昧，但是他是为了神圣而愚昧的，他要表现出来一个就是说以现在这个世界的标准看起来非常傻的一些行为。
就是说，比如说耶稣的教导，如果别人打你的左脸的话，你就把右脸也伸出来给他打，这不是你这按着这个世界，这不是傻吗？对不对？但你会不会觉得这个里头有一些 clown 那样的一些地方呢？如果在电影里头，你是不是觉得 Buster Keaton 有时候表现出来也是类似的东西呢？他没有表现出来，他非得报复那些对他不好的人，对不对？像这个cameraman 上，他这个对情敌也好，对一个挺恶的警察也好，他都没有表现出来我非得去报复，他只是很努力说啊，你们都能够拍到很好的东西，我也想拍，所以他去那个。他又是因为心爱的女人是那家等于说新闻机构的一个秘书嘛，然后那个秘书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简单无辜的这样的一个人设，哎，就很对他有好感，未必爱他哈，还是觉得可能咱俩不合适，但是会给他一些好感而来的一些小的恩惠。这个恩惠本身就是在喜剧里头，在小丑这个故事原型里头很重要的。其实它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恩典，就是 somehow 有一种神圣力量在继续推动他们往一个正确的目标而去前行。那Buster Keaton 扮演的这个 cameraman， 他原来是一个给人拍照，他不会用这种 newsreel， 就是这种成卷的这种真正的影像的小电影的这种拍新闻的东西来拍。然后他其实把自己为数不多的钱都投资在这样的一个电影机上，然后就最后其实通过这个女秘书给他的消息说，你看这个 Chinatown 哈，中国城。据说要马上爆发一个这个tongue war，就是堂口之间的这种械斗哈，这种决斗，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华人没有把这个东西很好开发出来，是非常非常可惜。我记得曾经说王家卫要拍这个，结果最后没拍，可能最后去拍了一个繁花哈，还是更比较 appeasing 的，还是一个更容易迎合大家的一个。温暖的、怀旧的、安全的口味，但实际上，我觉得谁要如果能够有一天把中国曾经的这个汤沃拍出来，我觉得那个真正的把我们的很多的民族性的那一面才能够表达的更加淋漓尽致。这个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弱点的东西拍出来，怕什么呢？你为什么害怕这个东西会辱华吗？你觉得《教父》会辱美吗？你觉得《教父》拍出来是科波拉，就是非常的。居心叵测的要抹黑自己意大利的这样同胞移民的一个举动吗 ？No， 你必须一个民族应该去非常深刻的认清自己整个这个性格当中的到底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哪些是灰色的，哪些是你的 strength， 哪些是你的弱点。你把你的 vulnerability， 把你生命的 fragility 啊，这种脆弱性。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矛盾，我们自己身上的这种荒诞，你要能表现出来，那我就觉得是 great service to this nation 哈，整个对这个民族其实是更好的。对别人让别人看到你的诚实，我觉得永远都是 a better option 啊。这个事情我觉得Buster Keaton 我觉得就是这么做的。所以说回来就是其实。圣经上的使徒保罗，他也在很多地方说关于是愚拙的问题，对吧？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愚拙？很多时候这是一个很悖论的事情。他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看起来是愚拙，但是我看起来呢，这却是神最大的智慧，这是一个神的 Almighty Power， 这是神的大能哈，他只有上帝才有这样的一个智慧，用这样的一个谦卑的方式来，其实是做这个世界的王。做这个新天新地的王，是通过服侍别人去当这样的领袖的，这是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我就找一下，我看看，也许圣经上有一些话，我觉得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就是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然后他说，圣经上旧约的时候就已经记了，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然后他讲到就说，无论说犹太人也好，还是希腊人也好，犹太人是要神迹 wonders and signs 啊，就是啊，怎么东西就搞高科技一样，哇塞，这个东西牛啊，对吧？牛以后，然后我们就信服你，我们就觉得说你是上帝了啊。
这人不就一直是这样吗？造巴别塔也是为了一个 wonder and sign， 我们要创造一个我们看起来都不可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和上帝一般了哈，这是人的这个骄傲。然后希腊人是求智慧哈，那我们就通过哲学啊其他的东西。但是保罗说，我确实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啊，他说，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刚强啊！但是这些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值得仔细去思考的。后来他也曾经说过，就是说，我们是叫什么？我们成为一台戏，叫供天使和世人观看啊。我们就和这些伟大的小丑演员们一样，他把我们其实深层次最大的一些恐惧、最大的焦虑，通过在屏幕上没有任何掩饰的表达，然后让我们或者就说呀，其实偶尔时候你表现这样的软弱是 OK 的，你甚至你表现你自己的软弱，只要你自己说我最后还有一个恩典能够让我重新站立的时候，你的这个软弱就起到一个非常非常有作用、有帮助，是一个对别人有福气的一个事情。Again，整个的这个，无论说电影的屏幕上的这个有限的格子里头的所展示的东西也好，还是真正在现实里头的一个舞台也好，当聚光灯亮起来，当人们的注意力都在一个舞台的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个场合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对吧？我为什么说很多艺术家他不管相信什么样的或者没有信仰的人，他也说神圣的舞台是神圣的，你不可以亵渎观众，对吧？你不可以说上来之后你给了一个其实你没有去真正应该给的东西，那你自己就是这个演出就失败了。他这个神圣性上头，就让整个的戏院，无论说这个演的人也好，还是底下看的人也好，成为一个 congregation， 这本身就是某种程度上那种宗教仪文般的一种聚会哈。在那个时刻，你想想人们怎么就会如此的有秩序的排成一排，大家都有一种某种默契。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一边看歌剧一边嗑瓜子，然后一边或者说站起来和看摇滚一样的去那样去做。他有自己的这个 formality， 他有自己的那个严肃的那个神圣的一面。而大家为什么要敬畏这个事情呢？不是因为说你不这么做，然后保安就把你拉出去，那是一个浅层的一个外界来的压力，而是我们真正的内心的给我们的一个启示是说，这个东西有一些东西它是跟真善美有关系的。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敬拜。我们这样的并排坐在一起这么文明，我们没有随随便便去 bother 旁边的人，没有随随便便去看看别人的反应的时候，而是所有的注意力都在舞台上那个最神圣的那个注意力之下的时候，是因为大家承认这儿有一些东西发生了，它是远远高过我们自己所能够去控制的东西。所以我觉得 Buster Keaton 和卓别林这样的人呢，就是某种程度上他和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呢，和某种神圣性的东西呢，建立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联系。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不需要特别害怕失败哈，甚至说不需要特别去强迫自己要去掩饰我们自己的无助和软弱。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有同理之心的哈。我不相信你这样的一个软弱就会总是被别人去 take advantage。当人们我们多多少少养成这样的一个新的文化的时候，当我们对人和世界的真相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的时候，其实一个新的文化就在酝酿当中。我们的文化永远都是流变的哈，这不可能说我们就是说认定这就是这样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改变任何我们觉得不好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其实才是那个真正很无趣、很无聊、很无耻的一个想法。或者就说当我们想象一下 clown 的这个反面是什么呢？ clown 他不需要去跟你去掩饰，他就是特别简单，他就是为了一个对的目标再去努力。反过来，那什么是那个反面？就是说我们觉得虚伪的东西，对吧？一个其实他的权利特别害怕自己去失去的一个人，一个 enforcer 啊，他是一个不是，就是说怎么说呢？
他是个虚伪的人，我觉得首先，然后他其实是一个好像我是 infallible， 我永远都不会失败的，就是让你感觉很做作嘛，对吧？他说的话其实你知道，就是说这不是他真正这么想的，他永远都很 compose， 他永远不表露自己的感情。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个 clown 的这种反面。而当我们人生当中有越来越多，身边有越来越多是这样的人的时候，你就会越觉得这个生活是如此的无趣啊！当我们想起来，比如说契诃夫写的那个套子里的人，对吧？或者是那种典型的在公务员、在政府机构做了一辈子那种被官僚已经在摁到地板上摩擦了半辈子的人，他慢慢真的就失去灵魂了，他变成 soulless 的一个 being。 你看到这些人，你就觉得说，哇，你是满口都能说的一个天丝无缝、天衣无缝的漂亮的话哈。然后他们哪怕在公开讲演上的时候，就是他每一句话都听起来都在说一个完美的句式，但是说完之后，你觉得他什么都没有说。当今的很多的美国的政客也是啊，比如说我很讨厌的一些，比如说参议员 Gillian Brand，right， 就是纽约州的一个女参议员，那女人真的是说，你就觉得她没有任何一点脸上的肌肉是真实的哈，永远都是戴了10层的面具呀。为了自己当时竞选总统，跑到一个 gay bar 里头去，让自己的手下拍了一段他自己觉得不知道为什么能够 go viral 的一个病毒视频吗？在那很做作的哈，在 gay bar 里头，别人都是非常 relax， 他在那非常的淑女样，然后然后 gay right， 就这么一个破视频，你一下就看到就是这东西，这就是 clown 的反面，比 clown 还更加的让我们难以接受的。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好荣耀，对吧？好光鲜呢。但是其实在我们心里头，他们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或者语义意义上贬义的那个 clown， 他们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不知道什么是善的，这是非常非常有悖论的一个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必要去担心，有时候去做这样的一个逗逼哈，怕什么呢？对吧？你只要你知道，就说我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去做这样逗逼的事儿，对吧？你想清楚这个，然后我觉得其他的你就可以不拘小节了，而不需要去被很多其他的既定的这些约定俗成的有一些其实没什么鬼用的规矩去约束了。这样我觉得就更加的自由。我甚至觉得说你会交到更多的朋友，你会觉得更喜欢自己，别人也真诚的有可能会觉得你是可爱的啊。所以我觉得小丑不是这种所谓的 perfectionist 的表演啊，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的一个炫耀，它是相反的，它是一个失败者的自我救赎。而这个救赎背后，当然小丑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你知道，他可以努力，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他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但是我们要看到他没有失败那个原因不来自于他，而是因为他锚定了一个美好的完美的一个目标。那这个时候神圣那个存在，那个超越我们的这个神圣性就会过来给他施以援手，就会给他救恩，就会给他恩典。然后我们就会在自己成为这个真诚的小丑的时候呢，遇到一个最深的恩典。谢谢大家的收看，再见。